近年来，好莱坞莫名刮起一阵翻拍风，金星食人族刚卷土重来，又一部经典 IP 搬上大荧幕。1987年，第一部《养鬼吃人》上映，血腥暴力、满脸扎满针头的地狱使者，一度成为当时最具代表性的恐怖片。纵观整个系列，核心是一个能打开地狱之门的魔方——哀痛之河。传说，只要你能正确的拼起它，并向它献祭人类的鲜血，地狱之门就会敞开，实现你的一个愿望。新养鬼吃人故事的开始便从哀痛之河说起。大富豪罗兰为了得到它，于是根据传说开始献祭。他让女助理凯瑟琳四处寻找猎物。这个名叫乔伊的年轻人受到凯瑟琳的邀请，来到别墅中举办的高级酒会。乔伊以为下辈子吃喝不愁，殊不知危险将至。走廊尽头是罗兰的房间，刚进来，乔伊便被魔盒吸引，拿起来仔细端详时，罗兰缓缓从楼上下来。他忽悠乔伊，只要能打开盒子，就能获得巨额奖励。乔伊以为胜券在握，结果不小心触发盒子上的机关，弹出的刀片瞬间刺穿他的掌心。乔伊想逃，但已经晚了，他被铁链刺穿身体，悬挂于半空之中。随后，地狱之门打开。享用完祭品后，地狱使者帮助罗兰实现了一个愿望，到底是什么愿望，没人知道。而罗兰后来也没了踪迹。时光荏苒，岁月如梭，眨眼间6年时间过去了。年轻女孩莱莉是个问题少女，不顾哥哥马特的反对，非要和特雷弗在一起。特雷弗曾是个瘾君子，也难怪马特不放心把妹妹交到他手上。这天雨夜，特雷弗带莱莉来到一个废弃的仓库，打算碰碰运气，看能不能找到一些值钱的东西。最后，两人在集装箱里发现一个保险箱，用锤子暴力砸开后，看到一个木箱子。没错，里面装着的正是魔盒。两人都不知道这是什么。特雷弗看都不看一眼，就让莱莉拿走。在公园把玩魔盒时，莱莉好奇地将手指伸入圆孔中，结果同样触发了机关。虽然没被里面的刀片刺伤，但地狱使者针头鬼还是降临人间，邀请莱莉加入他们。显然，莱莉现在已经是魔盒的新主人，她必须寻找祭品完成献祭。还没反应过来，莱莉的胸口血流不止，紧接着从胸口黑洞里伸出的4根铁链猛然扎进睡梦中马特的身体。马特被吓得一身冷汗，虽然只是一场噩梦，但疼痛的感觉实在太真实了。担心莱莉有危险，马特连忙出门查看，最后在公园发现昏迷不醒的莱莉。好在他并没有真的受伤。看到莱莉手中的魔盒，马特想都没想将它扔到一边，却不小心被刀片刺伤手。顾不上自己，马特将妹妹扶到一边，见她渐渐清醒，才想起来到卫生间清洗伤口。汲取人类鲜血的魔盒不断变换着形状。莱莉听到声音看向魔盒，但昏昏沉沉的她以为是幻觉，所以并没有放在心上。此时的莱莉还不知道哥哥马上就要倒大霉了。卫生间里的灯光不停闪烁，晃得马特睁不开眼睛。镜中的自己仿佛抽离本体，直勾勾地盯着自己。一阵疼痛袭来，马特忍不住捂住胸口，而接下来的一幕更让他震惊。冲进下水道的血液突然喷涌而出，紧接着异世界的大门就此打开。听到哥哥的惨叫以及隐隐约约铁链发出的声音，莱莉跑到卫生间查看，可是这里什么都没有，马特也仿佛人间蒸发，消失不见。莱莉第一时间报了警，但警察根本不相信她说的话。之后，莱莉告诉哥哥的男友科林，马特在失踪前被盒子伤到手，这一切很可能与盒子有关。匪夷所思的言论，科林当然不相信。莱莉找到特雷弗商量对策，现在的盒子已经不是初始状态的立方体，她想让特雷弗拼接下去，没想到男友1万个拒绝。看这表现，就像知道魔盒会伤人一样。为了搞清楚魔盒的来历，莱莉通过集装箱租用合同得知签署人正是罗兰的女助理凯瑟琳。如今她身患肺癌，常年在医院接受治疗。看到魔盒再次出现，凯瑟琳很意外，她一眼看出盒子被人动过，并精准猜测有人失踪。凯瑟琳告诉莱莉，魔盒的上一任主人是大富豪罗兰，盒子很危险，拥有者随时会命丧黄泉。凯瑟琳想把这个不祥之物锁起来，但莱莉不愿意。两人抢夺盒子时，凯瑟琳不小心被里面的刀片划伤。这不，第2个祭品有了。
莱利和特雷弗带着盒子离开后，凯瑟琳知道自己死期将至。诡异的光影洒进病房，针头鬼出现了。凯瑟琳想逃跑，然而每个通道尽头都是修道士的身影。她跪下祈求，可这又有什么用呢？莱利这边，他上网搜查罗兰的资料，找到了他别墅的地址，还查出在罗兰失踪的前几周，陆续有人离奇失踪，迷雾重重。要想知道真相，看来得去一趟别墅了。特雷弗想让莱利扔掉盒子，为此两人产生争执，不欢而散。尽管如此，莱利依旧要去冒险。蜿蜒的森林公路上，莱利正独自驱车前往别墅。6年无人居住，别墅前已然杂草丛生，整个房子都被铁网罩住。找了半天，莱利终于发现一扇敞开的窗户，之后顺利翻窗进入别墅内部。惊奇的是，里面虽然结满蛛丝，但电力系统依然完好。打开电源，四周灯火通明，自动门以及包裹着别墅的铁网都可以智能操控。莱利来到书房，发现墙上贴着很多简笔画，仔细看去，竟是针头鬼的画像。一顿翻找过后，莱利找到一个笔记本，上面记录了魔盒各种各样的形态。不知不觉，夜幕降临，莱利还在研究笔记本里的内容。就在这时，耳边突然传来马特呼唤自己的声音。循声找过去，莱利在地下室发现了马特的踪迹。见哥哥还活着，他激动不已，想都没想，直接上去给了对方一个大大的拥抱。但很快，莱利就发现手感不对。透过镜子，他看到马特竟是血肉模糊的，就像被人剥去全身皮肤。莱利的魂都要被吓飞了。这时，特雷弗带着科林和朋友诺拉赶到，与此同时，马特却消失了。大家想带莱利回家，可他坚信哥哥就在别墅里。见状，科林留下来继续开导莱利，特雷弗和诺拉则到楼上闲逛。来到吧台前，还没来得及喝上一口，特雷弗便着急上厕所。独自一人的诺拉触碰到开关，竟无意间打开一扇暗门。莱利拿出笔记本和科林讲述里面的故事。原来魔盒一共有6种形态，谁打开了最后形态，就能获得前往异世界的通道，见到上帝，获得上帝的恩赐。生活、知识、爱情、感觉、权力、复活，其中任何一个愿望都能帮你实现。科林认为这是天方夜谭，但为了拯救哥哥，莱利想按照笔记本上说的进行尝试，就算要献祭一些人，他也不在乎。然而放在包里的魔盒已经不翼而飞。另一边，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诺拉进入暗门，发现里面竟是一条幽深的密道。然而他刚进去，身后的暗门竟自动关上。听到呼救声，特雷弗连忙找到开关，因为数量太多，只能一个一个试。黑暗中，有人手里拿着魔盒不停转动，看来密道中除了诺拉，还有另一个神秘人。他悄悄靠近诺拉，将魔盒刺进他的后背。诺拉尖叫着跑到门口，神秘人也尾随而至。好在最后关头，暗门成功打开，诺拉逃了出来。科林果断将刺入皮肤的魔盒拔出。莱利知道地狱使者很快就会出现，于是催促大家赶紧离开。尽管见证了魔盒的厉害，临走前，莱利还是偷偷将魔盒带走。只是他们还不知道，透过门缝，神秘人正观察着他们的一举一动。这个人是不是很眼熟？没错，就是罗兰，他根本没死，蛰伏在暗无天日的密道中。他到底在盘算着什么？一行人连忙送诺拉去医院。途中，诺拉陷入幻境，他再次来到密道之中，竭力呼喊莱利他们，可他们根本听不到。针头鬼轻轻一挥手，4条铁链径直飞出，刺穿诺拉的身体。针头鬼拔下头上一颗针头，扎穿诺拉的气管，声称这样做可以让身体获得更多的快感。在绝望的哀嚎声中，诺拉被献祭。最后一刻，莱利在后视镜里看到了诺拉的惨状，可惜无能为力。慌乱中，汽车撞到路边，等他们打开后备箱查看时，诺拉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失去交通工具，3人没办法离开。特雷弗提议大家先回别墅，然后再做打算。诺拉的死，莱利很内疚，他站在桥上试图扔掉魔盒，不料针头鬼突然出现在湖面上。他蛊惑莱利，只有魔盒能拯救马特，再献祭2个人，你的愿望即将达成。莱利迟疑时，魔盒竟刺伤了他。针头鬼说道：“现在你的血液已经流进魔盒，要是不再找2个人，那么下一个被献祭的就是你自己。”针头鬼绝非开玩笑。
就在他们准备返回别墅时，修道士从地下走了出来。特雷弗和莱利成功躲进别墅，拉在后面的科林却一个脚滑摔倒在地，他以为死定了，没想到修道士直接路过，他盯上的是莱利。见男友被修道士的尖牙狠狠咬了一口，莱利看了看盯着自己的针头鬼，做出一个大胆决定，他将刀片刺进修道士的身体，说出来怕你不信，修道士居然也能被献祭。暂时解除危机后，三人顺利躲进别墅。然而针头鬼并没有离开，他带着修道士们站在别墅门口，静静等待着最后的献祭者。受伤的特雷弗正躺在沙发上休息，突然一只手伸过来捂住了他的嘴，原来是罗兰，只是他的出现似乎早在特雷弗意料之中。显然罗兰并不是真正的失踪，厌倦世间荣华富贵的他，当年完成献祭后选择要实现的愿望是感官享受，岂料地狱使者对享受的理解和人类截然不同，在他们眼中痛苦即是快乐，于是他们将一个金属装置插入罗兰胸腔，无时无刻折磨着他的神经，以此创造无与伦比的快感。罗兰哪里吃得消，但他又反抗不了，于是收买特雷弗，让他带着莱利去仓库偷魔盒，希望凑够新一轮祭品后对地狱使者重新许愿，好解除他身上的装置。本来第一个祭品就应该是莱利，可没想到马特成了替死鬼。想到被献祭的生命体可以随机选择，莱利计上心头，准备再引诱一个修道士进入别墅。计划进行得很顺利，没想到的是，没等莱利出手，修道士突然暴走，狂追他和科林。期间，莱利身上的魔盒掉了，负责自动门开关的特雷弗故意放慢节奏，将科林挡在门外。追过来的修道士也被自动门卡住。科林按照莱利的指示寻找魔盒，结果什么也没发现。就在这时，罗兰突然杀了出来，原来魔盒被他捡了去。科林不幸被上面的尖刀刺中。至此，新一轮祭品收集完毕。只要科林被献祭，罗兰将再次成为魔盒最终形态的持有者。完成这一切，他将魔盒放入展台中央。此时，莱利终于知道特雷弗的身份。然而，科林已是在劫难逃。特雷弗按照罗兰的吩咐打开屋顶的开关，只见魔盒里的血液不断向上流出。随着一阵电闪雷鸣，一个倒金字塔的巨大建筑降落到别墅上方。修道士涌入房间，科林无处可逃。罗兰想让针头鬼满足自己的愿望，但对方似乎并不想如他所愿。趁罗兰不注意，莱利穿过门缝，拿走站台上的魔盒。听到科林的惨叫，莱利随即找了过去。面对眼前可怕的修道士，科林连连后退。等莱利找到这里，科林已经被虐得很惨。难道没有办法了吗？就在莱利绝望时，修道士给出了选择。原来莱利作为魔盒的主人，可以决定让谁成为祭品。妹子人间清醒，想到特雷弗的背叛，莱利决定让他代替科林。特雷弗冲过来想要抢夺魔盒，结果自食恶果。献祭完成，莱利拥有了许愿的机会。可想到罗兰的遭遇，莱利知道，即便选择让马特复活，结果肯定也跟自己想的不一样，一切都是针头鬼的诡计。为了给莱利下套，针头鬼再次制造马特的幻想。好在莱利并没有中计，他放弃许愿的机会，将恢复初始形态的魔盒留在别墅中，然后搀扶着虚弱的科林离开了别墅。罗兰这边，针头鬼告诉他，上帝的礼物一旦送出就无法收回，想要摆脱身上的装置，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交换。针头鬼将赋予罗兰终极的利维坦形态。6年的痛苦早已让罗兰无力承受，只要能摆脱装置，做什么都行。达成约定后，罗兰胸腔里的金属装置果然消失不见，伤口也快速复原。就在他以为能彻底摆脱痛苦时，一根巨大的铁链从天而降，击穿罗兰的身体。铁链慢慢向上收缩，带着昏迷的罗兰回到了倒金字塔中。等再次醒来，罗兰已经身处地狱。接下来的几分钟里，罗兰将实现从人类到修道士的蜕变。先是肌肉被活生生撕开，然后身体4分5裂，再用钉子固定。从此以后，罗兰将以修道士的身份感受疼痛带来的极致快乐。影片上映于2022年10月，由大卫·布鲁克纳执导。这个名字大家可能并不熟悉，但说起恐怖片《鬼作秀》应该都不陌生吧。
大卫·布鲁克纳正是第一季的导演。作为一部翻拍经典的作品，难免会和初代版本做比较。1987版1个半小时，剧情紧凑，从头下到尾，在当时是难得的兼具思想深度和观赏性的佳作。其实，在1987版中，针头鬼还是个打酱油的角色，直到续作才变成主角。2022重启版中的针头鬼虽然出场较晚，但戏份还是挺多的。要说新版最大的问题就是文戏过多，铺垫过长，过于注重剧情戏和角色刻画，影响了节奏。这不仅是新洋鬼吃人明显的问题，也是很多翻拍电影被人诟病之处。好在瑕不掩瑜，影片中诡谲的别墅以及各大血腥场面也不是毫无亮点。在好片难求的电影荒年，这样的作品还是值得一看的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的宝子们可以去看一看原片。最后不要忘记3连支持一下哦。